是暂时滞销，卖不出去，对不对？对吗？这不就是一时困难，咋就开不了现场会呢？我倒是觉得，越是困难的时候，这个会越是要开，而且必须开好。这篇文章我看得很仔细，也很明白。林一农教授研发的这款双爆菇产品，不但营养价值高、口感好，而且极具市场竞争力，对不对？对，您说的都对。但是现在问题是，这个银川的市场饱和了，我们的菇种出来卖不出去嘛。现在大量的菇都烂在棚里了，你说这种情况这会咋开嘛？德福啊，你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。但是，你还是年轻啊，看问题过于片面了。虽然眼下我们是遇到了一点蘑菇滞销的瓶颈，但不能因为这个瓶颈就否定了林科学家带领金滩村科技扶贫的成果，否定你马德福这个优秀基层干部带领村民奔向致富之路的感人事迹，否定你们金滩村这个刚冒出尖的新典型村。现场会必须开。这不光关系到我县农村工作和农民收入的具体问题，这也是提升我县农村工作迈向新高度、打开新局面的历史性会议。我这么一说，你应该明白这个会的重要性了吧？明白。但是县长，好了，德福，现场会的事儿，我今天就说到这儿。接下来的这段时间，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在一起工作交流。我还要赶回县里，向县委常委汇报这次现场会的筹备工作。小燕，快快快！小燕，妈，你咋才回来？你大有爷在冷库那儿犯病闹死，妈给耽误了一整啊！哎呀，这就给你们做饭去啊！饭都做好了，快来吃吧。我爸做的葱油饼太香了，我都吃一个了。还是结婚那年吃过你烙的葱油饼呢。坐着椅子跟灶台高的更合适。以后你去忙嘛，我做饭。好吃。哎，你干啥去啊？我今天是没脸待了，我走啊。哎，你走，你去哪呀？啊？我去福建嘛，挣钱还贷款嘛。哎呀，你这水手娃，你是咋了吧？你是咋了吧？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这孩以后不可能再当我脸上了。你要实在想打，我你哥俩打。对。哎，你站住！这样。师傅，你回来！好，狗贼的，不过来，咱都不过来。把他家的，咱把这日子糊涂这，咱都不过来。狗，那我不过来，老大糊涂这个，这他妈的大日子，这个我他是个这的吧？你大有数啊！今天我真是看不过眼了。咋了？德福没在，没人能管他。哎，他那样对林老师，林老师一个大专家，能把他咋呢？救火！快救火！大爷快！
快下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快！救火！关系，小心啊，小心！哎，小河里了。放心。放心吧，全着了。大佑叔，你咋能犯这糊涂呢嘛？ 日报全我了，我都后悔死。赶紧想想办法，把水王给我寻回来。这水王咋了？水王咋了？咋了哇？我水手跟我翻脸了，刚才跟我动手，他要去福建打工。啥？你把我一个人扔到这儿咋弄吧？啊？水王是我送走的，这会儿应该已经进陕西了。你为啥不拦着嘛？大佑叔还觉得他自己可怜吗？水王走这一路眼泪都没停过，说他是吃他打的鞋底子长大的。你知道他家建棚跟买拖拉机啊，为2笔贷款贷在谁名下不？大佑叔这大当的真有意思，2笔贷款都在他儿名下呢。水王说他要到福建去打工还贷，你说我能拦他？你这些天干啥呢？我咋看你天天往县里跑？姑不挣钱了，人不能在一个树上吊死，我得给我寻出路呢。啥出路？起步远我不想结果，等有眉目了再跟你说。我跟你说，你可不能胡来啊！你还不相信我？1、2、3组啊！明天一早就出发。小袁，你们留下来的人一定要看好这2个冷藏库，不能出任何问题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，散会，去忙吧。林教授来一次。行，你叫人一饭，我跟他们2个组。好的。忙完了？哎，对，忙完了。回去了啊。好，坐了。慢点啊。林教授，你来了，我正想去找你啊。坐。林教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有什么委不委屈的？我要是公民，我也会着急上火。所幸的是，李大友对彭事件啊，虽然损失惨重，但刺醒了我。眼下的情况，就算我们盖多少个冷藏库，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蘑菇卖出去，把销售途径建立起来，这样村民才没有顾忌，
才可以踏踏实实的建棚种谷啊。对。所以啊，我们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，研究出一个全国的销售方案，组建了3个蘑菇销售小组。我带一个小组去上海、浙江、江苏那边跑市场，小黄带一个组去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，还有一个组呢去西安、郑州、安徽。剩下的技术员啊，负责这2个冷藏库的正常运营。这3个小组明天一大早就出发。明天？越早打开全国市场，村民的损失就越早的降到最低。我带人出去之后啊，你的压力会很大。你打有毁棚事件啊，可能会给很多村民带来负面影响。你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，我们的蘑菇自优货好，很有市场竞争力。我们是搞技术的，之前忽略了销售环节，这个短板我们一定要补上，一定要把蘑菇卖出去。切记切记，不能再有毁棚事件发生，不能再让老百姓的钱白白打水漂了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逐家逐户去做工作，让这种不理智的毁棚行为不会再发生了。那就好。但是还有一件事，我必须要跟你说呀。明天你还不能走。为什么？县上已经决定了，这现场会必须得开，大概在月初，已经没有几天了。这现场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高秘书说了，这个现场会你是主角，主题发言、经验介绍都得你来做。你看，他们连这个发言提纲都写好了，让你按这个提纲把发言稿写好，然后我给交上去，由马副县长亲自审阅。这个马县长，蘑菇都滞销，他来都不来现场一趟，开什么现场会？现在是开现场会的时候吗？净搞这些形式主义。你先不要生气嘛，啊！哎呀，我也是为难，人家亲口跟我说了，说这个事情是政治任务大于会议本身。你说你要是走了，那我没有办法交差了。你就是个代理称支书，就算他把你撤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蘑菇卖不出去，家家户户都得赔钱。我这鼓动种蘑菇的人面子往哪里放？以后做产业项目推广，谁还相信我？所以我要亲自跑市场，我不但要把蘑菇卖出去，我要建立一个长期的销售网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知道。那你说，到时候县长问起这个事情，我再咋说嘛？你就说是我说的，这会开不了。关于在金滩村召开的3级干部现场会的有关事项和调研考察，我就汇报完了。刚才这个马青云同志的汇报大家都听了。马青云同志为了这次会的顺利召开，做了大量的细致的调研和考察工作，为我们这个现场会的召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。这开会的日子都定了，从今天起，我要求在座的各位一定要积极配合协作，从各方面要保证把这个现场会要开好呢。哎呀，另外给大家说个事情啊，我昨天到地区开会，就把这个开现场会的情况向地委的杨书记做了汇报。哎呀，这杨书记听了高兴的很嘛。当年杨书记在咱们县做县长的时候，主管的就是刁庄移民的搬迁工作。刁庄移民第一批搬迁的指标，我经手人就是杨书记。经过这么多年，特别是在民营对口扶贫协作的新政下，金滩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嘛，真正让刁庄的移民做到了办的迟，问的直，能致富。这个典型抓得好，这个会开的也很及时。这个杨书记还表示啊，
开会那一天他一定到场，表示祝贺和观摩学习。啊！哥，哥，你咋了？马县长一直儿来村里检查现场会的情况嘛，俺啥都没弄呢。人家说走的时候又说这会开不了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一会儿见了马县长该咋说。看你愁眉苦脸样子，我要是你，俺就不干这处理不讨好的事。像他那么钱的小村官。老夫，老夫，哎，老夫，你赶紧看看去。大佑说闹这要回永泉村呢。人到哪了？哎呀，俺到村口了。大佑是。别动！哎，摩托啊！哥，叔啊，你们能走了？不要走了，我打摊子。咱一单来的，要走了一单走了。你这一个人算咋回事？哥，要到前头去。哎，哥，走了，你劝人劝下。哎，哥不来了，哥。大佑叔，你这走是要干啥呢嘛？棚烧了，钱亏了，俄乌水网也跑了。你说我还待这干啥呀？啊！哥，咱从来这儿的，赶紧，就说你岁数最大了，那为啥就是你最不省心嘛？你说啥？我说你为啥越老越红了？哎，你个水怂啊！你都这样跟人说话呢？你看你干的事吧！要不是你一天到晚听姓林的胡吹宣传，让咱全村的人都投钱给我他把棚种烂松菇，谁能赔这么多钱？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好吗？你蛋蛋，我是让我今天对你大不在，没人管你的事，我替你打好救助这是无法无天了，村支书都敢打，志刚，把人给我控制起来，送派出所。哎，你谁啊？我管我大侄子呢，管你去！这是我们县长，我还他妈的！这是我们县长，你想干啥？这是马县长。县长咋了？县长咋了？县长也管不住我。兄弟，别打过来！不是，兄弟，哥，县长，哥，没事，回来。我嫂就是脾气不好，正在气头上。大哥，大哥，这，让他走吧。哎，县长，走到村子里看一下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，好着呢。太不像话了，这没事。师傅，把你大钥匙送到车站去。啊，是。听话，不要跟长辈赌气，快些。县长这边。马支书，我们马县长这次来呢，是想看一下县长会参观点的落实进展情况，最后再跟凌教授座谈一下发言稿的事儿。你说咱是先从哪儿开始看啊？刚才这是你叔啊？怎么下手那么狠啊？他为啥打你啊？说出来都丢人。说，又没别人。还不是为了咱们县长会的事吗？高秘书让选10户参观点嘛，我这搜就是其中1户。他攒劲了一辈子，做个10多庄稼，那棚里的谷种的呀好得很。我得让他把棚收拾一下，让你们来验收。但是呢，
最近这蘑菇卖不出去嘛，都烂在棚里了。我要说要开现场会呢，他这心里窝火，一着急，一把火把棚给点了。啊，你看，就是这儿，你看吧。哎呀，那天那个火大的呀，差点连房子都着了。我这个手呢，是棚也烧了，钱也赔了，而且要还贷款去福建打工了。他一气之下呢，就闹着要走呢。我一听就急了嘛，我怕他这一闹腾一走，影响村里其他人呢。一拦我也冲动了，我就吼了他2句，他就受不了了，然后就拿鞋打我。喝水，喝水。其他参观点呢？今天还能看几户？他这一闹腾吧，村里其他人心里也慌了，现在都着急着咋卖菇呢？哎呀，都底下说着菇都卖不出去，你还开会，不是闹笑话？所以县长，这工作实在是开展不下去了。我也尽力了，你批评我吧，你处分我也行，我都认。你都认？你一个小小的村支书，你能认个啥？县里决定来你们村召开3干会，那是常委会全体商议通过的，连地委的杨书记都表态要来参加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敢一票否决？马德福，你已经浪费了好几天的黄金时间。现在我再给你3天，现场会会场和10个参观点，你必须按标准、按要求给我弄好。3天之后我来验收，到时候要是达不到标，不是我拿你试问，是组织拿你试问，你明白吗？好了，这个事儿就说到这儿，我们赶快去找林教授，先讨论一下他那篇发言稿的事儿。县长，还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及给你汇报呢。又咋了？林教授带着福建来的专家组，他们分了3个组，去全国各地推销蘑菇去了。那你赶紧通知他回来啊！问题是人家去的都是啥西安呀、浙江啊、江苏那些地方，没有固定地址嘛。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跑哪儿了。你为啥不早说？啊？你是不是故意在隐瞒？我哪有那个胆子嘛？那不是这几天你没有来吗？你看你一来，我就马上要给你汇报了。马德福，你先回避一下，这是突发情况，我和高秘书要商量一下。好。真不是我偷懒没盯着他，我是想吧，我把发言提纲已经给林教授了，上面具体的各种要求，包括出稿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，结果他根本就没当回事嘛。高秘书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林教授不在，未必是件坏事。你我都很清楚林教授那脾气，他要是在，要真不想开这个现场会，那才是咱们最大的问题。他要是不在，那主题演讲谁来做啊？啊，还有那个经验介绍谁来讲啊？马德福。马德福。来，德福，支书，县长，来，今儿咱们好好喝一顿，不要那么拘谨嘛。县长，我都不好意思，你还带我出来吃饭。嗨，这是咱们现场会筹备小组的开工宴，当然了，也是专门为你这个现场会的主角加油鼓劲儿的。我哪是啊，主角，我连参观点的事情都办不好。嗨，那是没给到你该给的荣誉，没有刺激到你焕发工作热情的兴奋点。我还要啥荣誉呢？我还当啥主角？你当然可以是主角。你是市农校毕业的？对。中专？对。那咱俩一样啊。县长也是农校的嘛？你是哪一级的？不是，我是市师范毕业，不过也都是中专学历。啊，师范，
那离我们学校近得很嘛，我以前还去过呢。老马，咱们这个中专学历啊，在官场上混世事不容易，学历低还常被人瞧不起。来，为咱这个中专学历再喝一个。来，好酒量，好酒量。哎，德福啊，你今年多大？27。我27，已经是副科了。德福，你要努力啊，你得学会进步。怎么进步？就是要懂得抓住机遇，明白吗？对。不是特别明白。哎呀，这独木桥你走过没有？没有。那你回家的山路你总走过吧？走过。高速路你走过吗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全国好多大城市都通了高速路，我走过。这个高速路啊，是又平又宽，而且还分了车道，是全封闭的。你想想，是你回家的山路好走，还是这高速路好走啊？那肯定是高速公路好走。哎，对，就是嘛。让你做现场会的主角，就是想让你体验一把高速路。马支书，我们马县长的意思呢，是让你眉毛胡子一把抓，既要负责现场的搭建10个观摩点的布置，也要替林教授在台上发言。啊，这场会可以说你就是绝对主角。这个会开好了，这就是你最大的政绩，你就一战成名了。你到时候你还怕升不上去啊？还敢有人拿鞋底子抽你啊？没有啦。哎呀，但是我没有上过台讲过话。没上过台没关系，不要有压力啊！你呢就把工作重心放到这个布置现场，还有这个观摩点上。至于这个发言稿的事儿，你交给我，我来写。到时候你就照我写的稿子读就行了。怎么样？哦。哎，白老师，德福。哎，德福，哎呦，来，起来，这车子重的，来起来。哎呀，你咋喝这么多酒嘞？没事，白老师。哎呀，放心，你看我还站得很好嘛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。啥问题吧？你先坐着歇哈。啥呢？白老师，高速公路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独木桥你也知道吧？啊。那哪个好嘛？你这叫啥问题吧？这叫哲学问题。你跟我说一下，走哪条路呢？哎呀，这个独木桥对应的不该是阳关道吗？哎，对，阳关大道就是高速公路嘛。哎，我给你打个比方哈，你看，你比如说我现在就站在一个交叉路口嘛，这边呢就是高速公路，这边呢就是独木桥嘛，你说，哎呀，你说我该走哪条路嘛？你知不知道我说啥呢？
我听明白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独木桥有独木桥的好赖，它危险，但是让人警觉，对吧？那高速路是平坦，但是人容易麻痹，就容易出事故。而且高速路速度快，一出事就是大事嘛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我明白了，明白就好。走走。你不愧是我的老师。哎呀，我一直就是你老师。走，咱回家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明白就好。来，大宝快来，再推一会都抽出来就好了。兔子，我高速路，水有吗？哥，你咋喝这么多酒嘛？就是人家那命是咱自个儿的嘛。大夫哥，不是不给你练，那支出股卖不了，谁还有心情让人来参观嘛？这股卖不了，我和晚上就采了自己吃。可这人也不能一日3顿都吃菇吧，娃都不想吃了。再说了，这东西炒起来吧，它费油。那你要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，你要是不炒吧，它放着就臭了，我都看着也可惜的很。我院里我菇都臭完了，你站到院里头，味道大的人都站不住。是。德福，那要是参观，你把人家领到咱院里来嘛？哎，德福，这林金还回来不？肯定回来。他我是不攒的美得很嘛，是帮咱找小路呢。这都夫妻了几天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的。这咋回事嘛？林教授不知道说话算数不算数，他当时可是拍着枪子跟我承诺的。你承诺啥嘞？他当着咱全村的人面说是，只要我种蘑菇，赚的是我的，赔的是他的，还要跟我立字据。哎呀，我就是后悔没立这个字据，也不知道他现在说话还算数不算数。以我对林教授的了解啊，但凡是他狠下心要干的事情，就没有干不成的。他没有把蘑菇卖出去，就不会传消息回来。一旦有消息了，那肯定是个好消息。我们能不能多一点耐心，相信林教授，再等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让大家咋等呢？你现在还替外人说话呢？村里人都现在都排成啥了？你不给大家想办法，还要开啥县长会？你到底安的啥心嘛？我跟你说，你大有叔那些地抽你，一点都不亏。这会俺都不开了。各位手啊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？你们谁要是能把菇卖出去，你们谁就拿鞋底抽我的脸，好不好？啊，抽几下都行呢，行不行？谁能来抽吗？我巴不得人来抽我的脸呢，来嘛！谁能来？你们一个个能的，是不是？咱村没有这样的能人。哎，你是村支书，你不帮大家想办法卖菇，你还指望谁呢嘛？德福，这当官不为民做主，那不如回家卖红薯去。说的对，当初建蘑菇棚，你鼓动了大伙儿都建棚了。现在蘑菇卖不出去了，你不想办法，谁想办法了？就是你。哎，好，大家是不是特别想把蘑菇卖出去？就是呀。那你们就听我的，好不好？德福，菇你能卖出去？我不能打包票，但是有可能。前提是。看你们能不能配合我。哎，咋配合？你说吧。你说。你说嘛。按我说的弄，
把县常会的筹备工作做好，迎接县领导的检查和验收。哎呀，你这又是干县长会了！哎呀，任务来了！不要喊了，你不要喊了！听我说，我说之前呢，大家要给我做个保证。今天听到的话，憋到肚子里头，你们能不能做到？能啊。林教授外人你都信得过啊？咱村这些人你还信不过谁吗？咱们金坛村我没有信不过的人，但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我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能说漏嘴，不然事情还没干，我们要的结果就半日塌了，到时候股卖不出去，损失的也是大家。只要能卖出去股，咱金坛村的人就是一股绳，一条心。对，一条心，是的，一条心。那好，你们听我说。对吧？你要带个好头呢。你明天开始你不要乱跑了，你按我会上说的标准，你把这个棚收拾好，迎接检查验收。哥，啊，我就没见过你像昨晚那么醉过。高速路独木桥的，胡说了一晚上。你这么做，到底是要走高速路还是独木桥？我走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能让蘑菇烂在大家手里头。大要在这儿，轮不上我管你；大不在这儿，我就得替大说几句。你上了2年农校，全家人勒紧裤腰带供你，不容易。你吃公家饭这几年，把汗跟苦都洒在这戈壁沙滩上，也不容易。你不要跟大有叔一样，脑子一热，图一时的痛快。别吧，你不在哥的血里头，你不知道那是个啥滋味。这个会是必须要开的，我要是不配合，不光要挨处分、撤职，党纪甚至都要开除公职都有可能。我就想着，既然这会要开，那我就打算赌一把，看看这个会是个咋开。这事儿我面对的不光是马副县长，他后面还有书记、县长，还有所有的常委，那整个就是一个县嘛，你知道吗？我是逃不掉的。赌输了咋办？哼，你最近不是跑得欢，在外面寻挣钱的路子呢吗？我要是输了，就拜你为师，给你挣钱去，你看行吗？那你到时候得叫我哥。我叫你搜都行。
这个旗子沿着这个墙根啊，别太密，3米一个，别太密啊。哎，来，大家都打把手来。行，不错，弄得挺好，弄得挺好。3天时间能弄成这样，哎呀，这个年轻的村支书，有魄力，有能力，有潜力。是。哦，我们县长到时候这个为了增添这个县长会的气氛，专门调了锣鼓队来。你开会那天就在这儿给你扬威助阵啊。小高，把那个发言稿赶快拿出来给马支书熟悉一下。好的。马支书，这个是经验介绍，后面这个是发言稿，挺重要的，你熟悉一下。小高，你要盯着马支书，让他把那个发言稿吃透，千万别念出错别字来，别让领导笑话。行，领导你放心，我带他逐字逐句按标点符号的过，一定没问题。